我们大厨知道你今天过生日，特地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。妈妈要给你道个歉，说好的生日大餐，结果又变成了吃食堂。妈妈今天加班，实在走不开。但是我答应你，明天等爸爸回来，我们一起给你补过一个生日，好不好？今天小芳姐姐接我回来的时候，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吃的，我现在都饱了。你不吃啊？你不吃我吃了啊？真不吃啊？等爸爸回来，你让他给你煮一碗长寿面，再加一个大蛋糕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爸说了，做人要有会做饭的能力，但也可以有不用做饭的本事。明天爸爸难得回来，他得请我吃大餐。你爸，你是不是想你爸了？喂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妈，你又要出任务了？再给你道个歉。等会儿吃完呢，让小芳姐姐把你送到外婆家，好不好？我赶紧吃2口啊！吃不吃啊？真不吃啊？把身份证拿出来。哦，确定没见过？那个房间干什么的？就是一个小仓库，放点杂物的。嫌疑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啊，可能去过那屋子。放什么杂物？没放什么东西。你们去看看。是。你们工地的炸药和雷管放在什么地方？都不放在工地上，每天都是去民贸品仓库取，用不完的晚上都得还回去。出入库的记录有吗？我问过了，仓库那边说，早上他们拿走了100公斤炸药、50根雷管，没还回去。都用完了。判决，里边还有些炸药。就是那么点儿了，寻思着今天晚上加班，都把它给用掉。等会儿，我们来的时候你们可是已经加班了啊。这 TNT 炸药没被偷走，这个锁在里面，它也跳不开呀。雷管呢？用完了吗？说实话。现在事情已经很严重了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吗？应该是往山上去的，我打听过，山上有个养蜂人住的棚子，没准躲那了。走，看看去。来了，那女同志。我们市局肖主任。一会儿按照嫌疑人有拍照的。瑞瑞，潘姐在工地那儿呢。我知道。你们是要进山搜人吗？对，嫌疑人应该上山了。就你们几个。今天局里有备勤任务，确实来的人不多。走吧，我跟你们一起。哎，肖主任，一会儿我们要抓捕的对象手里有雷管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你们丢脸的。走。民爆物品的管理条例你不清楚吗？为什么不按照流程办？炸药、雷管，流到社会上，后果多严重！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。还有下一次，下一次你资质就吊销了。顶格处罚。这边分局的人来了吗？他们副局长来了。刘局，判决，顶格处罚，这事你给我盯着。明天开始，你辖区里的民爆物品清查一遍，发现类似情况，一律严惩。我抽查。明白，判决。张伟呢？他已经带人上山了，动作还挺快。我要给他找帮手了。判决，帮手来了。
肖主任体力可以啊。别的不说，这爬山我也是个发烧友。哎，没给你们丢脸吧？没有没有。哎，看到那棚子了。无人机啊！这黑灯瞎火的，无人机能看见什么呀？张伟，张伟，你们不用往山上走了。潘局，我们找到那棚子了，马上就过去看看。无人机已经扫过一遍了，山上除了你们没别人，下来吧。天这么黑，航拍能看见我们？肯定是我们刚才聚在一起手电的光。这不没走眼了吗？过去看看吧，无人机看不清楚啊。怎么停那儿不走了？岔路口往右就是下山的路，下山吧。那走吧，下山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无人机肯定有夜视仪，但这人如果躲棚子里呢，还躲树下头呢，无人机看不清楚的。你们待着，我快速跑过去看看。哎，小张，你回来吧，那房子里肯定没有人。怎么呢？这无人机都有热成像系统，这么冷的天儿，但凡是个喘气儿的，屏幕上看就是一个火红的亮点。这是去年刚生产的，最近刚刚投入到实战中去。潘局这么时髦啊！肖主任知道也不少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潘局说的，咱们不能守着金山银山，拿个破碗当乞丐。行，咱别当乞丐了，下车。好。慢点。潘局，我已经通知属地派出所去保护嫌疑人女朋友了，但我觉得那么晚了，这嫌疑人未必会进城吧？这嫌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我就不信他没受伤。他要是受了伤了，想跑远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弄辆车。吉林来了搜呢，只要车里有爆炸物就能搜出来。所以您一开始就带着警犬，您知道这有爆炸物。工地开山，总会有炸药、雷管什么的，我也是以防万一。我还第一次知道搜爆犬有使命格。你不知道，嫌疑人应该也就不知道。立住！跪下！走！在。别说话。妈。哎呀，我家这狗特别懒，就爱坐着。前面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好像查酒驾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尿你车上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负责任真是的。哎，慢点，负责。哎，哥们儿，帮我换个轮胎吧，我车胎扎了。怕啊，不怕。一点都不近人情。小哥，
小哥。哎，小哥，帮个忙吧，我车胎被扎了，帮我换个胎好不好？哎，小哥，帮个忙啊！我走不了，你们都走不了，大家都。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让你滚蛋！哎，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啊？不帮忙就算了，骂什么人呢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看着我。哎，你把车窗摇下来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我经常跟你掰扯掰扯，不帮忙就不帮忙，骂人干什么呀？哎，大家都下来看看啊，这个人一点素质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种就是臭流氓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臭流氓！你下来，你下来。你是不是没有上过学啊？啊，你是不是没有爹妈呀？蛋，下不给我弄死你！来呀！哎，弄死我呀！我就站在这，今天你下来弄死我来！有本事下来！你还凶孩子，你干什么？你下来来，我就站这。有刀是吧？哎，有刀啊！这个人，你怎么着？你下来捅我呀！来呀，来，你捅死我来！老师，潘局，潘局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人质呢？人质没事，已经送医院检查了。雷管呢？一个人没少，安全。我这回算是知道什么叫科技节约人力了，这是精准打击。行了，局门口请大家吃牢话。好，谢谢潘局，谢谢潘局。来，我开车跟着你们啊。哎，好。接下来就是大坪县局主要负责同志的提名人选，我们今天要形成决议，然后上报市委政法委。现在合适的人选就是肖立阳和高虎，是吧？是的，肖立阳现在虽然做的是办公室工作，但他之前当过派出所的副所长，处理综合事务的能力很强。他们县局的副职老高其实也不错，对下面的工作也更熟悉一些。我已经征求过肖立阳本人的意见，他好像有些犹豫。犹豫什么？他跟我说，家里需要他照顾。确实，女同志们在这方面的顾虑会比较多。他家里什么情况？双井家庭，他爱人呢是下面翠屏县局的，是个刑警。孩子多大？一个女孩，在上小学。那确实是有困难，孩子那么小，不能父母都不在身边陪着。那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老高？毕竟他对当地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肖立阳这个人选还是不错的，他不搞个人设计，也不搞找靠山、搭天线、拜码头那一套。肖立阳的确是非常踏实的人，但是要做第一把手，这个社会活动能力是不是也很重要？这个社会活动能力啊，就是个双刃剑。龙沙所的所长孙正红就是败在这方面了。就是那个违法庇护地下赌场的那个所长？对，他的问题纪委都查清楚了。他交代的怎么样？很充分。据他自己说，每说一次，他心里就降压1分。那还是挺少见的。大部分被处理的人都不愿意多说，就是希望自己啊和别人啊尽快的忘了过去。那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。有代表性？那我倒是要去听一听，到时候叫上肖立阳，借机我们做一点内部的宣传，给大家敲一敲廉政的警钟。那这个大坪县局的人选，我看啊，就不要去管他个人的想法，直接上报。被提拔，不是党员的福利或者权利，不是说想要放弃就放弃的。先不着急上报吧，我们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帮他解决困难。
哎呀，你总算是来了，阿潘。阿姆来了吗？阿姆还没到呢，我们请里边先坐吧。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本来想阿姆来了，我看他一眼就走的。那他没来，这是我老婆给阿姆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你给阿姆。你说你人来都来了，不坐着吃你口饭？拿着，这是给阿姆的，又不是给你的。行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个朋友啊，福星公司老总毛鹤武，当年我在海外留学时候的同学，都管他叫毛大厨。我当年在海外没饿死，全靠他。这是我从小长大的朋友阿潘。嘉文他们当年在海外读研，我是读本科的穷学生，只有厨艺拿得出手。哎呀，你别惊他，他现在在国内啊做的生意比我都大。你不是对海外的医疗系统感兴趣吗？他正好在美国有公共健康的项目，我们可以坐下聊一聊啊。我就做点小生意，走走江湖，比不上潘局的庙堂之高。不过公安系统我也有几个朋友，你们大坪分局副局长高虎是我老乡，我跟他关系也不错。行了，坐下聊吧，进去吧。我不进去，我要开会。我说阿潘，你说你快退休的人了，还没日没夜的较什么劲呢？潘局可不会那么早退休。听说最近系统内干部调整，那些热门岗位少不得很多打招呼的。潘局想弄清水到底有多深，我倒是愿意小拳马照。老毛，这么多年我没看你这么上心过呀。跟潘局一见如故，不知不觉说多了，抱歉。哼哼，嘉文，跟阿姆说，周末我带着儿子去家里看他。我走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你，哎，我记得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是在储备干部的名单上，最后认定的金额是多少？100多万。我不是因为钱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钱、女人，这些诱惑很容易抵挡。我干刑警的时候有个师傅，我第一次提干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一些话，我当时没明白，现在想想，真是至理名言。他说了什么？新的3座大山。什么意思？对现在的年轻干部来说，这3座大山就是亲情、友情和恩情。现在犯错的干部，大多都是这3方面出了问题。你觉得你今天坐在这儿，是因为这3座大山？对。我不是闽潭人，我出生在西部特别落后的地区。我18岁就出来当兵了，08年抗洪救灾，我还立了功。我那会儿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好多次我累到鼻腔出血，用手擦擦，又上去接着干了。我后来干到了营支就转业了，组织长为了照顾我，就把我安置在了闽潭。我老婆本来在老家是事业编，随军因为没有对应的职位，就一直没有工作。直到我转业，她才跟我来到了闽潭，这才找了份工作。就是因为这份工作，我今天坐在了这儿。我回来了。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我找着工作了。什么工作啊？石山那边有个大酒店，请我去当会计。会计？你行吗？我好歹曾经也是个事业单位会计，我怎么就不行了？你都那么多年没工作了，哪个单位能一下子让你干这么重要的职务啊？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？你也就刚刚当了一个派出所所长，也就是个正科级，人家也没什么好求着你的，能有什么目的啊？再说了，那个酒店也不在你管的地方。你不知道，现在这社会很复杂。孙大所长，你当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，你全家都不能工作了吗？行了，没事儿，我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，
我不得不防着点。防什么防？这些年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劳心劳力，家里孩子都是我一个人，我的那些老同学、老同事都不联系我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他们在群里头聊到家庭主妇那个态度，就连前阵子孩子在学校都被嘲笑了，说别人的妈妈要么是公司高管，要么是公务员，自己的妈妈什么都不会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已经很配合你了，但凡跟你派出所有关的歧视业，我都不能去工作。我老婆在外边工作，我一直心里很担心。果然，他们的财务总监坑了她。那个财务总监做假账、职务侵占，全赖在我老婆身上。后来他们的老板好心帮我们解决了问题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老婆非让我请她吃饭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说孩子上中学了，送套运动服，我不知道里面有钱。这个人咱不能交，把钱给他退过去。他们生意人都是用钱交朋友。再说了，他找你帮忙那些事情，你不是都办好了吗？这也是他的一份心意。只是也没有其他人知道。我刚当上所长的时候，我师父一直提醒我，一定要清廉。我当时相信，我一定能熬到退休。但我老婆要出去工作，我想想也对，总不能不让家里人工作吧。他老板帮了我们大忙，我们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朋友。他后来开了游戏厅，一直赔钱，后来进了老古籍，这才赚了点钱。他还跟我发誓说，一旦有了钱补了窟窿就拉倒。我们10多年的朋友了，他又帮过我们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帮忙。你们说我贪，我没贪多少，我真的不是为了钱啊。如果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，走得越远，错误越多。我真的错了，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。你知道你最对不起的人是谁吗？你从山里走出来，你的父母把你培养成一个军人，一个公务员，含辛茹苦，现在全没了。你对不起的是你的爸妈。你老婆现在没工作了，孩子还小，你这一进去，你们家的顶梁柱就塌了。你对不起的是你的老婆还有孩子。那个曾经在抗洪救灾里浑身泥巴，鼻腔冒血都来不及擦，那个救了无数老百姓的年轻人，你把他给丢了。你对不起的是那个曾经努力的自己。这个孙正红确实可惜了。当干部啊，不仅要锻炼工作能力，还是对个人全方面的修炼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，你女儿多大了10岁了，上小学4年级。成绩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但是小学成绩也说明不了什么。对，现在太卷了。确实卷。我儿子啊，那个时候天天着急他的成绩，他中考的那成绩我现在还存着呢。最后考上闽潭一中了，这松口气。
一中啊，一中也是我女儿努力的目标呢。那你自己的目标呢？这次大坪县局的工作你是怎么考虑的？我希望能有更多一线的工作的经验。我在基层也干过，当过派出所副所长。派出所是最锻炼人的。是。我们开会的时候啊，很多同志都说你是一个多面手，大家都觉得你去大坪县局工作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大坪县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，但是我家里实在安排不开。我老公在翠屏县，孩子在命滩。我要是去了大坪县，那3个人3个地儿，怎么照顾家里啊？孩子怎么办啊？我能理解，我能理解你的纠结。潘局，该去市委开会了。好。那个小肖啊，大坪县局的事情你也再考虑考虑，我们也再想想办法，咱们回头再聊。好的，潘局。再见。再见。林总是吧？王警官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我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潘局刚刚调研回来，但是现在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他主持一下。潘局跟我说是潘局的父亲托您给潘局带点东西。对，我这次回来啊，正好回老家去看望了一下他的父亲。他父亲呢托我给潘局带了点吃的，浮萍梨饼，我们老家的一种肉饼，潘局特别喜欢吃。我这就转交给他。那就不耽误您工作了，您先忙。我还得赶飞机，谢谢您，一路平安，再见。哎，潘局，哎，毛总是吧？哎，对，您记性真好。你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找我有事啊？有时间吗？我想请您坐会儿。有什么事儿？你直接说。在这儿恐怕不太方便，要不然这样，您移步咱们车上说。没事，就在这儿说吧。是这样，我呢下面有个公司叫福鑫，具体业务都是总经理负责，我也没太管。最近他来找我说接到经侦电话，需要协助调查，我知道了就赶紧来找您。我一直让他们诚信经营，他跟我说这次调查的主体是我们一个合作方，我们应该是被连累了。当然，我一定让他们全力配合调查。不过如果有可能，潘局您看是不是可以跟下边的人打个招呼，别太为难我们。哦，福鑫公司是你的？是。我这个事情我还不太了解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是按工作程序办案。你要说你的公司没问题，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我们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还是希望潘局能帮忙打个招呼。没问题，打什么招呼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您现在有时间吗？赏脸我们一块儿吃个晚饭。吃饭就算了，我今天难得不加班，老婆已经把饭做好了，我回家吃饭去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，好，再见。现在几点？6点。咱们几点回来？5点半。不太对啊，潘局。哪儿不对？半小时前您回来的时候，他不在，现在在门口堵您，这明显是有人通知的。是谁呢？我知道是谁。重要的是，他心虚什么？这些上访信反映的都是福鑫公司的问题。张队之前提过，之前街头抢孩子的案子就是孩子爸爸抢的，因为被福鑫公司逼着要钱，打算绑了孩子跟前妻要钱。福鑫公司是小贷公司，他们管自己叫房产服务公司。房产服务？对，把人家辛辛苦苦买的房子服务到自己手里。我就认识一对夫妻，好不容易攒了快100万买房子，就差5万的装修钱，然后跟他们借了钱，最后把房子卖了才补上窟窿。也是福鑫公司？对。张局啊，
为什么群众反映只要是跟福星公司有关的问题立案难？这个之前呢，部里有明确规定，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。你像这个债务啊、合同，全都属于经济纠纷，这不好办。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这条法规它没有错，但问题是这个福星公司，它涉及的真的就是民事纠纷吗？现在各地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同形式的诈骗式贷款，披着合法的外衣，实际上就是套路贷。有人反映过，福星公司催债的花招可多了，往人家家门口泼油漆，去单位门口拉横幅，或者往家里送花圈什么的。这对治安也是威胁呀，它还危害了群众的人身权啊，咱们得管。完全同意。我们就想从暴力催债入手查一查，但他们用的还不是传统的暴力手段。抓人之前呢，跟检察院沟通过，他们也认为应该追究，但就是没有相应的法规法条适用，缺少法律依据。我之前啊去意大利考察，在当地有这么一个案例，黑帮收保护费，不交的商户呢，他们就用口香糖堵人家的锁眼，直接就给拘了。那在咱们这儿要办这么一个这么欺负老百姓的团伙，绝不能手软啊！这不但是保护老百姓的人身权，还是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权。那我们就先打一圈外围的软暴力行为，能治居也是一种震慑。问题的关键是，这个福星公司，它到底做的是民间信贷，还是涉及到诈骗的砍头息套路贷？如果是后者，那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了，国家也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种案例的法律法规，咱们得认真学习一下，作为咱们办案的依据。这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，一定要重视。你现在能耐了啊！借着帮我爸给我送土特产，查我行踪，让人堵我。你说什么？堵你？谁堵你啊？毛鹤武。哎，我本来想送礼饼的时候当面跟你说，毛鹤武想约你吃个饭，但是你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就让他去局里找你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你没发现我不愿意跟他交往吗？嗨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但是咱们这把年纪了，你在官场，我在生意场，哪里只能跟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啊？社会上三教九流，猫有猫道，鼠有鼠道，不一定哪个人就对你有用呢。我这个人你不了解吗？我交朋友是看谁有用啊。我也劝你，这种人你少来往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他怎么你了？他还帮过我一个忙，所以我才会介绍你给他认识的。哦，你拿我还人情啊？哎，不行吗？我们两个从小的感情，你爸住院都是我去照顾的，正常社会交往这点面子你都不给我。林小白，你帮着我照顾我爸，是为了让我给你撑场面啊？你是这么看我的？我是这种人吗？你不想我怎么看你，你就别干这种事儿。我做什么事儿了？你说我做什么事儿？大男人在外面互相给个面子，有这么难吗？建文，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，但是我不希望咱们俩的感情里掺杂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阿潘，我知道我们这么久的感情，我从来没有求你办过什么事，这一次我也不过是答应别人介绍你给他认识而已呀。很多事情啊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。你也知道，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想认识我，但是我们的8项规定非常严格，我们要自觉地净化社交圈。你是我朋友，我希望你当好我的防火墙。听你的意思，毛大厨这个人有问题呀？这话你就不该问，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个人做生意，什么样的人都认识一些。这个毛大厨跟我交往不多，我介绍你给他认识，确实欠考虑。我不是要打听什么啊，只是要跟你表个态。我跟他关联有限，如果你要查，也可以从我这儿查起，我任你调查。你跟他有什么生意来往？哦，他介绍了个投资人给我，不过最后没合作成。但这个人挺热情的，看起来很有能量。好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一定查你。哎，小张，找我啊？肖主任，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查的福星公司的背景资料。啊，
还有，这个一会儿您得带一下。这是啥呀？别管了，带上就行了。我们会远程电脑联网照顾他工作。有点007的意思了啊！里面有人监狱是吗？对，前阵子不是有一抢孩子的案子吗？嫌疑人是孩子妈的前夫，就是孩子他爸。这男的呢，外头有一女朋友，是一修车店女老板。那女的管复兴公司借钱，那肯定掉坑里了呀。他为了还钱，得给复兴公司做业务。他倒好，身边亲戚朋友让他骗了个遍。他在复兴公司做成高管了，骗的人太多了，怕被人报复，找我们合作来了。你看看，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瓦解的。嗯，我要以什么身份进去？复兴公司最近换财务，新财务也是个女的，岁数跟您差不多。早上让我们给截住了，分局里边数来数去的，就只能麻烦您了。说什么呢？不麻烦。啊，没什么危险啊，我们都在楼下候着，有问题您招呼我们。这边请。态度一定要强烈，我们就是金融界的警察，知道吗？记好，这边。让我这次，我说的，哥，松手，我自己走。陪他老婆去买。你的工位就是这儿了，有什么问题再找我。谢谢。就得还一套别墅来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签合同，看头期，1个月后造逾期，还不上钱加利息。利滚利的又到期，陪他老婆去买菜，陪他儿子玩手机，只要借出800块，就得还一个别墅来。只要借出800块，就得还一套别墅来。这就是我目前在复兴公司能拍到的，他们还是挺谨慎的，有很多办公室不让我进。就现在拍到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啊。要不然我再进去试试。先等等。要不然从他们的暴力催收入手，这方面的情况刑侦摸得比较清楚，取证也相对容易。抓人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的把钱给追回来。现在贸然行动抓一帮小喽啰，动不了他根基啊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外勤合作，让他把合同账本尽可能的给我们拿出来？多做他的工作，让他多说一点情况。最好是把合同账本给我们复制出来。现在最大的疑问是，这个公司他老大到底是谁？注册的法定代表人是个山区老农民。外勤没有供述吗？外勤就说他只能通过电话跟老大联系，老大应该姓毛，还经常换电话号码。姓毛？张伟，你查一下一个叫毛鹤武的人。有什么更多信息吗？闽南人，年龄比我小，有留学经历。看看他是不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。好。该接孩子了。啊，没事儿，他可以在学校保安室等我一会儿。咱们差不多了吧？那今天就说到这儿。好，我跟你啊一块儿去接孩子，顺路跟你说点事儿。我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你去大坪县局工作的事情，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。潘局，组织上信任我，看好我，我很感激。但我确实也有我的顾虑，要不然这次机会还是让给其他同志吧。你不用急于表态，我不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聊，咱们就私下聊聊啊。这个如果没有异地的这个问题，你会不会考虑接受这个工作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家里我了解，双井家庭。你丈夫在下面当刑警，工作很忙。你要是再担任这一把手，会更忙。确实是。这个假如啊，你和你丈夫都在闽潭，没有这个异地的问题，那家里上上下下老人孩子的需要照顾，是不是还是你负主要责任啊？那其实还好，我老公就工作之余还是挺顾家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？你是想看我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吧？对，这个问题啊，不只是女同志，很多男同志也有这个问题。像孙正红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想冲事业，就疏忽了家庭。等到他想补偿的时候呢，就被别人利用了，被这个亲情给拖下了水。
我以前在省厅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部下，也是个女同志。她从省厅调到下面，到了县里，最后一直干到了常委。她丈夫啊，特别支持她工作，家里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都是她丈夫一个人在照顾。久而久之呢，她丈夫在外面就被人喊是常委丈夫，这个心里啊就有点不平衡，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也想搞点事业。最后，被坏人利用，威胁这个女常委，做了违纪的事情。哎呀，这经营家庭确实不能要求总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牺牲和付出，是吧？对，咱们不能一味的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舍小家顾大家。潘局说的对，您这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。嘿嘿。那这个话又说回来啊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局里推出的团员积分计划？对啊，这计划还是您提出来的。我还想着说回家问问我老公，咱俩积分够不够呢？你们回去算算，我觉得你们积分应该够。够的话，你丈夫就可以调回闽潭，那你就可以放心去大坪县局挑起这个担子。局里怕是我还是有点忐忑，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？放手去干，遇到任何问题困难，市局永远是你的后盾。你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吗？是啊。厦大的呀，这你害怕？嗨，潘局。停不住了。谁听得花落的声息？谁挽留海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各有轨迹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